大家好，我是闷爸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哦。这句话是传奇投资人查理·蒙格说的哦。我觉得他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人对钱对幸福的看法。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心心念念觉得非要赚到某个天价数字才能快乐，那你可能一开始就输了。你看，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是都在追一个数字？好像那个数字就是快乐的钥匙。但蒙格早就看透了这一切，他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。我们常常会跟自己说：“哎，要是我有$100万，那人生所有的鸟事应该就都解决了吧？”结果呢，当你真的快要摸到那个目标的时候，怪事就发生了。你会发现，哎，那个球门怎么自己往后退了？100万好像也还好嘛，说不定要500万才够。然后呢，当然就是1000万，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那个享乐跑步机，你跑得要死要活，结果发现自己根本还在原地。蒙格有个比喻超贴切的，他说，这就像你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在爬一个梯子，爬到顶了才惊觉梯子根本就靠错墙了。所以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一场没完没了的追逐里，到底我们真正在追的是什么？是那个数字本身吗？还是那个数字背后它所代表的某种东西？好，要回答这个问题哦，蒙格就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区别。他告诉我们，有钱跟富足这两件事听起来很像，但其实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哦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，很清楚地点出了它们的差别。你看哦，所谓有钱，它就是一个数字，一个你银行户头里的数字，它可以让你买游艇、买名车，拿去跟别人炫耀。但富足呢，它是一种心态，它帮你买回来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，也就是你的时间，还有你的自由。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，你能不能掌控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想法，还有你该做跟不该做的事。蒙格这句话，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太好了。他说，如果你可以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，跟你尊敬的人一起工作，还有那个底气对鸟事说不，那你就已经赢了这场人生游戏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啊，就是自主权。就是能照着自己的方式过生活，不管你户头里有多少钱，只要你有了这种自由，你就是赢家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要怎么达到这种富足的状态？蒙哥给的路径其实有点违反我们的直觉哦。他说，建立财富的关键不是看你做了多少聪明的加法，而是你能不能很有纪律的去做减法。那减法的第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是先砍掉他口中所谓的财务上的愚蠢。这句话真的很经典。他说这种行为模式是什么呢？就是用你根本没有的钱去买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，只为了去讨好那些你根本不喜欢的人。哇，这是不是讲到很多人的痛点？蒙格还点出了3个会默默吃掉你财富的杀手。你看，税、通货膨胀，还有愚蠢。前面2个税跟通膨，他们会慢慢的侵蚀你的资产，这个我们比较难控制。但是第3个愚蠢行为，这个是100%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。你真正的财富，其实就是扣掉这3样东西之后留下来的部分。所以你听懂了吗？重点根本不是要你多聪明、多天才。蒙格说，你不需要是天才才能变有钱，你只需要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不要当个笨蛋就好了。你看，避免犯错这个力量，其实远比你追求什么神来一笔的投资还要强大得多。这就是减法的精髓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来谈谈蒙格整个投资哲学，甚至是人生哲学的基石了。没错，就是纪律。而纪律要对抗的第一个大魔王，就是所谓的生活方式膨胀。这是一种病，而且很常见。简单说，就是你的花费会跟着你的薪水一起涨，甚至涨得比薪水还快。结果嘞，
每一次加薪不是让你更自由，反而是给你增加一个新的负担，让你永远都觉得钱不够用，永远都感觉不到富足。蒙格有个观点很特别，他说，市长先生最后会把钱付给谁呢？是付给那些能够安安静静坐着、耐心等待的人，而不是那些整天追逐刺激、杀进杀出的人。所以，什么是真正的纪律？其实就是一种忍受无聊的能力。而且，纪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保护你不要掉进舒适圈这个陷阱。蒙哥讲的超狠，他说，现代人最可怕的上瘾不是烟，不是酒，而是对舒适的上瘾。因为舒适感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杀死你的野心，把你从一个有梦想的人变成一个只会呼吸的财务僵尸。好，聊了这么多，终于要来到蒙格思想里我觉得最实际也是最强大的一个概念了，那就是你要亲手去定义到底什么叫做足够。他甚至给出了一个可能会让你吓一跳的数字。他说如果你管理得好，其实只要像50万美金这样一笔钱，就足以让你买下一辈子的自由。这背后的数学其实超简单的，甚至可以说有点无聊。你看你把这50万美金拿去做很保守的投资，每年有个5%到9%的报酬率，这样一年就有25000到45000美金的现金流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自己的房子已经买了，身上也没有任何债务，光是这笔被动收入，是不是就足以让你心里感到非常平静，非常有安全感了？我知道，这个策略听起来一点都不酷，完全不吸引人，但它是一个心智健全的策略。在金融世界里，大家都在追求刺激，所以健全这个特质常常被低估，就是因为它太无聊了。但你得记住，正是这种无聊的健全，才能让你在这个市场里活得够久，而且活得够好。所以你看，绕了一圈，我们又回到原点了。财富真正的目的，真的不是那些奢侈品，而是那个能够让你自由掌控自己每一天的自主权。这才是金钱能够付给你最高的鼓励。那么聊到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对你来说，足够的定义又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投资理财知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